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在国际关系上，一个国家的外交人员是不会介入和评价他所在国的内政，这是一个国际惯例。但是最近这个国际惯例被美国驻日本大使给打破了。他谈论的还不是日本的内政，而是第三国，也就是中国的内政。他在推特上调侃说，中国的这些高级官员，特别是军队当中的，还有政府当中的，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他说他们的失业速度都赶上了大学生的失业速度，他们是在比赛看谁先失业这是一个失业大赛。然后他还引用了英国知名作家阿加莎的小说《无人生还》，我们看他的原话，他说习主席的内阁现在就像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先是外交部长秦刚失踪，然后是火箭军指挥官失踪，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2周都没有公开露面。这场失业大赛谁会获胜？是中国的年轻人还是习近平的内阁？他开了这句玩笑之后呢，好多人下面评论转发，有些人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知名媒体《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每个人都热爱刺激的中国精英政治传言，甚至包括这位美国驻日大使，还有印度知名的地缘政治专家新德里国防战略事务分析师。他说，专制政权总是看起来很稳定，直到突然崩塌。中国如今正应对着多个危机，这意味着通过把现实扭曲为中共宣传的幻想，习近平或许正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波坦金国。波坦金国这个说法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个历史典故，指的是一个村庄，他们用假象来迷惑外界。曾经预测中国要崩溃的张家墩，他也在推特上说，他希望美国驻华大使也能够像美国驻日本大使一样，如此直白的来谈论中国。当然，我不认为美国驻中国大使会谈论中国就像是美国驻日本大使，他也不会谈论日本。他可以谈论第三国，但是他最好不要谈论他所在的那个国家。他就算谈论，他也是写成简报直接给这个国务院他是内部的通信，给情报部门，而不会是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不过我们实事求是来讲，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2周都没有露面，这也不是一个特别值得怀疑的事情他最近也出席过中非论坛，他没准现在业务繁忙不便露面，他也没有露面的需求。但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火箭军的司令、副司令一个个接一个消失，这怎么说得过去呢？对吧？很明显是中共内部在进行大清洗。那这个内部的政治洗牌全部都是暗箱操作，我们外界看到就是一会儿这个人消失了，一会儿那个人消失了，不明确的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他可能要所有的事情都水落石出了，调查结束了，然后有了最终的判定，这样的话他才会公布这也看政治需要，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甚至这辈子也不会公布了，永远不会公布。所以这一切都是由中共的体制当中的这些决策人暗箱操作。我们只看到的是一些小道消息，比方说火箭军的司令李玉超和副司令刘光斌以及前副司令张振中，据说他们3个人都是被中央军委的纪委部门给带走了。更不要说在今年7月份之前，火箭军的副司令吴国华还传出了神秘死亡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消息。那他这种非正常死亡的信息，外界也无从得知。这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所有事情都是藏着掖着，跟朝鲜没有太大的区别。他越是这样的封闭，越是不敢见人，越说明他们的心虚，越说明这个体制的脆弱。所以说你看起来好像他们有几百万军队他们有多少军警每年的这个维稳支出有多少正是因为这个社会可能会混乱，这个政权可能会垮台，这个政府可能会被推翻，所以说他才有必要去花这么多钱去维稳。就我讲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坐地铁都有安检，对不对？你在全世界这些发达国家的地铁里面有安检吗？是东京、巴黎、纽约，对吧？你坐地铁会有安检吗？没有。那你说到底哪个国家安全，哪个国家不安全呢？是有安检的安全还是没有安全的安全呢？它没有安检不正说明它是安全的，所以说不需要安检。它为什么要安检？就是因为它害怕出事儿。就像我看到网上有人发出了这新疆的一个图片，到处都是岗哨，都是检查站，几乎每个十字路口都有，这么密密麻麻的全程监控。你觉得这是安全呢还是不安全呢？我听到太多人说新疆是全中国最安全的地方，这张图可以证明这一点。问题是我反而觉得这证明了新疆极不安全，新疆随时可能会出事儿，所以他才需要投入这么大的维稳的力量，派出这样的荷枪实弹的军警，每个路口都有站岗。
这反而证明这个地方是危险的。我很喜欢在美国、加拿大自驾游，在大街上很少见到警车，对吧？哪怕你路过一个小镇子、一个村庄，你想找一辆警车都找不到，说明这个地方太安全了，甚至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这才叫安全。而新疆这种你出门就能见到荷枪实弹的警察，我反而觉得这种所谓的安全是一种假象，它是一种高压统治带来的结果，并不是人们自发的实现了这个地区的安宁。它越是有这样的军警存在，你越要担心哪一天这个军警不在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我刚讲到的美国驻日本大使对中国政治的调侃引起很多人的共鸣。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中国的人民日报，他在微博上面发了一段话在吹嘘中国的建设。他是宣传杭州的亚运会要召开了，宣传杭州的发展，引用了一首诗，我们可能小时候都读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他特别还把这首诗放在这张图片上，不知道这个人民日报的小编是故意的，还是他真的无知。因为这首诗实际上是在讽刺当局。暖风熏得游人醉，这个暖风就指的是当时的这种享受生活靡靡之音这个风花雪月这样的一个淫奢之风。商女不知亡国恨，对吧？忽略了国计民生，只享受纸醉金迷。只把杭州作汴州这句话就直接表明了作者的意图。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曾经就评价过这首诗，小说当中的杨铁心就问到说，这4句诗说的是什么故事？然后有一个人叫张师武，他说这不是什么故事，他说的是我大宋君臣只顾在西湖边上饮酒作乐，观赏歌舞，打算就把杭州当作京师了，再也不想收复失地，回汴梁旧京去了。你们这些人把杭州这样的一个花天酒地的地方当做了北宋的都城汴州，问题是汴州现在还在敌人手上呢，你就忘记了要收复国土，忘记了保家卫国，这是在讽刺当局，并不是什么夸奖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多么的好。当然南宋的生活确实好这个生活水平确实高，不过我们先把这个放在一旁就是这首诗本身是作者是有这种爱国情怀的。结果好了，这次人民日报直接把这首诗给摆出来，还有很多的官方账号纷纷转载，他们没有看出来这首诗在讽刺。后来很快官方也意识到他们的错误，紧接着在全网封杀，之前转发过的全部删除，甚至关于杭州的这个话题都不允许讨论了，因为怕大家借由这个话题去把这首诗给带出来然后再次的这个讽刺人民日报。他们其实说出了一句实话，对吧？把这个诗摆出来真的是非常应景。现在中国人的失业率这么高，年轻人失业率超过20%以上最新的数据现在已经拒绝公布了，因为太高了，他不敢公布了。然后所有的这些民营企业叫苦连天，工厂倒闭，外资撤离，在这个时候他们还在欢歌笑语，习近平跑到非洲大撒币，这难道不就是这首诗当中所讽刺的对象吗？我要为写这篇微博的那个人民日报小编点个赞。虽然他可能会受罚，等于是犯了政治错误，但是他帮人民日报在这么多年来终于说了一句真话，虽然非常的隐晦，需要大家读懂这首诗的人才能够反应过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跟着一起狂欢了一阵子，表达出了人们对这个政府这个政权的愤慨。现在中国人也只能够通过这种渠道去应和政府的错误，或者是小编的高级黑，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直接发出这种声音的都会被删帖封号。当然这种狂欢也就是一阵子过去了，政府意识到之后把这些内容全部封杀还是看不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从这件事情当中就知道今天的中国的民意正在发生改变。有太多的人，哪怕过去是支持共产党的人，因为他们的生计受到影响，因为他们对未来越来越绝望，他们也开始把矛头指向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一切的祸端不是他们说的什么美帝什么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而是自己国家的政府这个共产党政权他们的倒行逆施所导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护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相信很多人正在觉醒，发现这个政权或者这个政党并不真正的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来支持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